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在外面鬼混，不赶紧给你老公生个孩子出来，心也没那么野。作为一个婆婆，当着全家人的面质问儿子的私生活，怎么？你家杨辉是猪吗？你在给猪配种吗？猪？你个小贱人，给你一点脸色，你还真以为自己很厉害了是吗？没有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上。之前我总觉得奇怪，这段时间你的性格变化太大，让人觉得你根本就不是韩语言。我不是，你是吗？别说的好像很了解我的样子。你随身携带的平板呢？拿出来。你之前不是总在平台上写软文说杨家人的坏话吗？让大家看看谁更虚伪。就是，打开啊，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。打开，现在。可以了吗？告诉你们老大，只要我还负责这个案子，就一定会把他绳之以法。地上有水，你瞎呀？怎么不给擦干净啊？连个地也不会擦，娶你回来干嘛？别装死，赶紧起来，收拾收拾，还要去拍卖会呢。怎么会有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？拍卖会结束了，不早回家吗？啊！你这是要让家族上新闻，被别人耻笑是不是？大婶，你谁呀？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搞什么，这位大婶？你这个贱人，放肆不放手！韩语嫣，你敢对我动手，我儿子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韩语嫣，夫人头部受到重击，造成的逆行性失忆症，但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。原来我就是个豪门贵妇。天哪，这也太帅了！看看，连自己老公都不认识。我老公？废话，我不就是你老公吗？这个帅哥竟然是我老公，为什么会有种中了大乐透的感觉？看来你洗好澡了。老公太快了，我还没洗澡呢。要不是因为你手里那点韩氏股份，你以为我会愿意娶你这样没有性欲的人？哼！你怎样？滚滚滚！我跟他怎么一模一样？我是谁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都几点了，怎么到现在才下来？怎么，现在连对不起都不会说了是吗？
我告诉你啊，你就是我们家的保姆，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不习惯用电器去做，都要亲自用手去做，听见了没有？哼！我之前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呀？朕。哎呦，你个贱人！哎呦，我的法国高低，不好意思啊，全毁了，全毁了，全毁了！我就是手劲儿太大了。你是故意的吧？啊，你个贱人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去擦树叶了。老公，干嘛？好久不见呀！听说你最近车祸失忆，看来你恢复得很不错嘛。你是谁？你在装作不认识我吗？在你老公和你结婚之前呐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对了，我还是一名千万粉丝的网红呢。你是他情妇？怎么，就这种情况，你还有脸在我们家里进进出出？咋了？你不要再闹了，再闹下去，丢脸的可是你。丢脸？你见过哪个国家规定老公出轨正宫感到丢脸的呀？你这个网红主播也太没礼貌了。礼貌？我能让他回家睡觉，已经很给你面子了，你别不识好歹。干什么呀？你俩这对狗男女自己玩去吧，别再给我出现在家里。你老婆脑子撞坏掉了吧？竟然动手打人。他是失忆了，但是他更有魅力了。哎呀，你先回去，我去研究一下。韩氏集团总裁韩明一家乘坐私人飞机1小时前坠毁，目前已知因此事故全家无一人生还。韩语嫣是唯一继承人，那韩氏不就是我们杨家的囊中之物了吗？我继承人？因为事发突然，韩氏还没来得及继承工作，没意外的话，应该是让杨辉老婆来继承。当然，经营权需要全体股东承认，大部分股东已经在我掌控之中，但持有32%的境外股东我还没有联络上，我会尽快联系一下。在那之前，不要让杨辉老婆失忆的消息传开，那些股东是不会让出经营权。放开我，别给我乱动。他自己要来的嘛，又不是我。看来不止1次2次了吧？我们离婚吧。反了你了！他都把情人带到家里来了，就差住下了。给我跪下！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毕竟我是韩家的继承人，得罪了我，对杨家没什么好处。你威胁我？你不过是韩家的私生女，是不是继承人还没有那么早下定论。我只是想让你们掂量一下我的身份，从今以后家务我不会再做。韩伯父，韩伯母，哎呦，亲家呀，亲家呀，你们怎么就人就这么走了呢？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可怜的哥哥呀，带着这么多的财产，你们一家人飞走了。哎呀，奶奶，姑姑，奶奶，你有奶。女婿，她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冲击呀？这丫头是不是疯了？有点。不用你来假好心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这个财产怎么着也不会有你的份儿。我是第一顺位继承人，这点法律是认可的。你胡说你！有我在，韩家的财产你不会得到一丝一毫。刚才多谢你了。没事。
弟媳，趁着现在客人少，你先去休息。去啊！好久不见。真是私生女传闻传的差不多，现在开始传婆家人对我很好。开始整理一下，韩雨嫣是一辈子受欺负的私生女，意外成为豪门继承人，真是凄凉。只是字面上的豪门，一辈子都是别人的出气筒。你疯了吧？为什么要吃这个？我饿了想吃啊！就算你大受打击，也不能吃这个，会死人的。你还给我！会死人的，会死人的！还给我！哎呦，哟，不错啊！趁我不在，你们旧情复燃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咱俩结婚之前，他可是你的初恋情人。什么？还看什么看？走了，走了。你干什么？这段时间你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和杨家一刀两断。你前段时间就回国了吗？没有，我最近才刚回来。我有好好关注姐姐的新闻，挺帅的。哪里帅？因为我是女人，工作上一直被人找茬，挺不容易的。是姐姐自己走上这个位置的，并不是抢回来的。好好加油。谢了，吃了饭再走吧。现在是拿下韩家的最好时机，我们暂时对他态度缓和一点。我都烦死了，我们还要看他脸色到什么时候？我只会忍耐到拿到韩氏的股份。这个女人本来就很恐怖。还有，我表哥回来干嘛？是回来抢家产的吗？随便给他一家连锁超市管理，打发一下就行了。希望他不要破坏我们拿韩氏的股权。哎，儿子，你就不能赶紧让韩雨嫣怀上吗？那他就什么都跑不了。知道了。目前韩雨嫣失忆的事情不能让外人知道。另外，我们还得敲打他，让他知道他离了我们会死，这样才好掌控。那是当然，如果他不听话，一个不受宠的私生女，什么时候消失的不会有人在意。谁啊？谢谢你，什么时候？杨雪说你失忆的时候就在了。你为什么帮我？是因为跟我在一起，你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吗？以前在一次困难的时候救过我。我吗？你不记得就算了，帮你只是出于我的好心，没别的。什么叫算了？你知道每天和一群不认识的人朝夕相处，而且他们随时都有可能下黑手，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，你懂吗？我一点坚果都不能吃，就算闻到身上也会起红疹。小时候爬高摔到石头上，就留下这个疤去不掉。你到底是谁？什么谁？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？真正的韩语嫣在哪里？你说真的韩语嫣？那你的意思是我不是韩语嫣？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你到底要我说几次？我真的不记得了。再说我不是韩语嫣，我还能是谁？韩家飞机出事之前，韩语嫣出车祸了，据说还失忆了。那这个女人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她有可能也是受害者，这有可能是杨家与韩氏的计谋。如果被人知道她是假的，那她和真的韩语嫣会不会都有危险？抱歉，可能你跟平时的韩语嫣相差有点大，所以我……不对，表哥对弟媳这么上心，难道我和你的关系是不伦？你现在要怎么面对杨家？他们不知道我听到他们说的话了，要是还想骗我，就走着瞧吧。等我取得韩氏集团的继承权以后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们。想要顺利获得继承权，
就要获得全体股东的认可。那韩家现在还是你的保护伞，至少他们掌握了大部分股东的话语权。你最好不要跟他们发生什么争执。你的话，我能信吗？随便你。什么叫随便？是不是出了事以后你可以推卸责任？你到底还想怎样？现在无论谁对我说什么，是真是假，是朋友还是敌人，我都完全分不清。至于你说的话，到底可不可信，还有待考察。帮我调查一下韩语院的事故，我要最详细的资料。妈，待会儿我们出去逛逛街呗。After that, we communicated in English. Anyway, she didn't understand. She certainly did know we will scold here behind her back. I know. So, can you scold me with a prophecy that I can't understand? 你能听懂？所以，麻烦下次再说我坏话的时候，还是换种方式。真没想到这小贱人这么能装，看来得早点解决掉她。他们反应为什么这么大？难道我以前不会说英语？为什么我现在会了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什么？韩氏准备3年过后开股东大会，决定总裁人选。为了你能顺利成为继承人，我特地安排了私人宴会。一会儿啊，你好好表现，拿出你韩家大小姐的气质，别让人看低了。是的，还特意安排，还不是想韩氏股份能进自己杨氏集团的腰包？哼！哎呀，抱歉，谁让你霸占杨少这么久？你觉得我很可笑是不是？为什么你们都来搞我？你疯了！哎，老婆，又没有多大事儿，你去厕所处理一下不就行了？都是你的错，你只是想让我闭嘴，乖乖待着就行。韩语嫣，你疯了！我没疯，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你干嘛？你给我闭嘴，你这个妈宝男！是不是给你脸啊？搞什么？看来平时没少打过我呀！天哪，你这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私生女吗？敢这么对我儿子！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竟然敢打我！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韩语嫣疯了！我们还是不能要这么样的总裁。我们必须要重新选一个总裁，明天就开会。韩语嫣，你这个蠢货！回事故现场，说不定能想起来我究竟是谁。车像是故意朝我撞过来的，为什么？难道有人要杀我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跑不掉了。干嘛要打我？说，到底谁？你是南街一霸呀！我不是杨氏集团的儿媳妇吗？嘿，想得美！指纹密码不对，鞋子尺码。你等着，我们北街帮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北街帮，南街一霸，不会是个黑社会吧？我不是真的韩语嫣。你也知道了吧？你根本不是真正的韩语嫣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听着，韩语嫣的车祸是有人故意制造的，有人想杀她。你现在替代她进了杨家，你就必须继续演下去，直到真正的韩语嫣回来。为什么？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我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，我应该尽快跑路才对。难道你以为说清楚你就安全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不管你是不是真的，你现在已经出现在众人面前了。
想得到韩氏集团的人都会想办法除掉你。还有，你难道不想知道你是谁吗？你现在有钱有权，调查起来不是更容易吗？这是韩元的所有资料。我能相信你吗？你也只能相信我。那家人不是对你很不好吗？也对，表哥没有杨家的任何财产，现在跟我是暂时性共同财产，反而我们俩才是一伙的。很明显，不管再怎么控制，失忆传闻已经到处都传开了。今天的事可能会被拿到股东大会上当借口。现在最重要的，对我们来说是利益。就算剩下的股东全部加起来，只要大股东支持杨辉的老婆，不就都可以解决了吗？是，现在都在追踪中，但其中有一位现在还联络不上。跪下！你把杨家的脸都给丢尽了！我不跪，我现在最有可能继承韩氏企业，不能掉身价。就你在宴会上的表现，董事会一定会驱除你，还想继承公司，做梦！我想还得我们杨家出手再帮你一次。谢谢公公。一群虚情假意的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让你联系的人都联系了吗？都联系好了，除了在国外的2个股东联系不上，剩下的3个人中，2个大股东明天一定会投给我们。韩氏集团一定会是我们的。今天的会议是为了决定谁是韩氏集团的总裁，支持韩语嫣的请举手。杨思涵，你应该不会让我失望的吧？诸位开股东大会，怎么能忘记请我呢？杨思涵，你来干什么？国外的那位大股东已经将股份授权给我了，加上我手里的，以及韩小姐手里的，一共51%。我支持韩元小姐出任韩氏集团总裁。你，无关人等，请退出会议室，我们要开会了。那就请韩总审核一下我的项目，快点儿，着急用呢。这个项目进行了3年，一直是亏损状态，为什么还要继续？有什么资格继续？3D 游戏 VR 虚拟才是未来发展的趋势，你做这些是想给老年人玩吗？你和他还真的不一样。废话，我又不是他。韩氏集团日前通过决定，由韩语嫣任总裁之位。这个女人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出国的事应该不会有问题吧？当然，完全不用担心。撞车那位已经去前往。我这个黑道分子冒充韩语嫣之后，会不会因为冒充被抓呀？但是成为集团总裁后，变成利益问题，诈骗罪成立。这些话怎么会脱口而出？韩小姐，我们怀疑你吸食违禁药品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有手令吗？没有手令，就不能非法逮捕。我们只是例行询问。你在干什么？没有手令就不能非法拘捕，我们保留起诉的权利。好，我们走，坐。真够恶心的！韩氏集团新晋总裁原来是表哥与表弟媳不伦，没脸没皮的玩意。我们都还在呢，就搂搂抱抱的。真的韩语嫣找到线索了吗？还没，别动。哎呀，你个不要脸的贱人，当着我的面勾引我表哥！我，你自己是个出轨渣男，就别以为所有人都跟你玩的一样。哎，你们这对奸夫淫妇还真是不要脸。这句话还是送给你自己吧。我说你怎么这么眼熟呢？今天刷视频才发现，原来你真的是个1000万粉丝的网红博主。你就不怕我曝光你？我才不怕呢，我有杨少。你家杨少在家
可没有任何实权，能不能帮到你还真不一定。我们小四，哥，你每天黏着这个女的干嘛？是不是喜欢她？话可不能乱说。回去吧。嗯。杨少，滚！哎，我怎么又收到法院传票？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我看你这个执行总裁，还不如换你弟弟来做。可以啊，我不介意当我姐的继承接班人啊。对不起，我下次不会再失手了。想不到，这个杨思涵居然是韩氏幕后的股东。我已经派人盯紧了，他一时半会儿不会搞出什么事情来。杨辉，你也是，笼络韩雨嫣，早点让她怀上你的孩子，她就不会再找事儿。妈，这孩子是说生就生的呀。我说生就得生，别跟我说你不行。行，我这就去生，好吧？老婆，之前是我的错，我现在痛改前非，我们生个孩子吧。你脑子有病就去吃药，听见没有？我说的是真的，放开我！你已经是韩氏的总裁了，只要我们强联手，我们一定可以把杨氏的股份搞到手，怎么样？想想吧，啊！神经病吧？我以杨氏企业负责人约见你，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？不知道，什么意思？当然是杨氏并购韩氏的意思。我希望你亲自在上面签字，免得我的人动手。嘴上说着并购，实际上就是想空手套白狼，吞并韩氏企业。你别忘了，我现在才是韩氏总裁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没有准备我会过来接你们，你别想把我当软柿子捏。给我好好盯着他。撞了韩小姐的司机还在医院重伤昏迷，这是他最近3个月的通话记录，我查过了，没什么异样。这个号码怎么回事？这个号码一直无人接听，也没有什么线索。喂，您是哪位？买凶撞韩元的人是杨雪。之前拿到的头发检测结果出来了吗？已经出来了，不过这个结果好像没有什么异常。什么？我不是让你换掉他的药吗？已经换掉了，但我总觉得他们两个不像一个人。说得对，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性格，就会是什么样的人。真的会有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性格变化这么大吗？少夫人，我准备了一些杏仁蘑菇汤，你喝一点吧。行。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谁。老婆，你干嘛？我来给你送蛋糕呀。哎，这上面呢是芝士碎，不是坚果。啊，行，快走。爱你哦。韩雨嫣该不会对坚果类食品过敏吧？那刚才
喂，买凶撞韩雨嫣的人就是杨雪。什么？可是为什么？原因不得而知，凡事你一定要小心。哎，对了，韩雨嫣是不是对坚果过敏？对，闻到一点就会不舒服。完了完了！今天有个下人给我端了碗杏仁汤，我喝了。一定是有人在试探你，明天记得装病。嗯，好。你还真有脸，睡到现在才起来。妈，那我不是因为生病了吗？昨天多喝了点杏仁汤，有点不舒服，我先回去了。难道真的是我猜错了？小姐饶命，我昨天怕出事，没有在汤里放杏仁，没想到还是出事了。少夫人还是说身体不舒服。她当然会说自己不舒服，总算抓住你的狐狸尾巴了。生日快乐！奖！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干嘛愁眉苦脸的？过生日呀，又不是什么国家大事，你还藏着掖着。我还是听你助理说才知道的。我生日是我爸爸的忌日。他身体不好吗？不，是火灾。当年杨氏集团的账出现了问题，他为了保护我不被公司董事会的人攻击，去公司查账，结果有人蓄意放火，他没跑出来。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。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是什么，但我相信伯父他一定不希望你将错揽在自己身上。谢谢。这个魔法维 C 果然一吃就会心情变好。哎，你要试试吗？能让你心情变好的。谁告诉你这是魔法 VC 的？为什么你越来越像我喜欢的那个韩雨嫣了？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在外面鬼混，不赶紧给你老公生个孩子出来，心也没那么野。作为一个婆婆，当着全家人的面质问儿子的私生活，怎么？你家杨辉是猪吗？你在给猪配种吗？猪？你个小贱人，给你一点脸色，你还真以为自己很厉害了是吗？没有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上。之前我总觉得奇怪，这段时间你的性格变化太大，让人觉得你根本就不是韩雨嫣。我不是，你是吗？别说的好像很了解我的样子。你随身携带的平板呢？拿出来。你之前不是总在平台上写软文说杨家人的坏话吗？让大家看看谁更虚伪。就是，打开啊，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。打开，现在。可以了吗？这破密码到底是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和韩语嫣有关的数字你都试了吗？都试了呀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解开了，密码是你生日。你俩的关系都已经亲密到这种地步了？他自杀进医院的那天，我父亲在同一家医院不治身亡。我们在花园偶遇，
彼此解开心结，算是那时候灰暗心情下唯一的救赎了吧。你过来看，杨艳混夜店，嗑药，他记这些干什么？难不成还想作为把柄威胁他们？真是威胁。所以他被谋杀，也是因为这些资料。赵明每年家庭聚会都会把儿媳关在家里家暴。杨慧3年来竟然出轨了16个对象。这平板里的东西简直是催命符。不过，怎么这里对杨雪的记录只有5年前做假账的事儿呢？假账的事情与我父亲有关，也就是说，我父亲的死绝不是意外，不能被任何人发现。我了解。为什么我的心跳得这么快？难道……你疯了！一大早上就袭击我，怎么回事啊？杨少，你可要替我做主呀！我本来只是想给他弄杯咖啡的，结果他不仅把咖啡打翻了，还把我推倒在地。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耗，自己去查监控吧。哎，别想走！干嘛打我呀？你欺负我老婆不该。你不是不喜欢他吗？怎么还护着他？原来不喜欢，现在喜欢。拿着你的卡，从我眼前消失。以后别出现在我的视野里，不然我让你在宝座中混不下去。怎么样？我以后就是你坚强的护盾。哼，谢谢啊，我不稀罕。哎，老婆，淘气。韩雨嫣，才刚一上来就让公司卷进贪腐丑闻，你还真是个好老板呢。现在还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杨总，您未免也太笃定我会出错了吧？你的意思是我设计的了？我可没有这个意思，您不要自己对号入座。你牙尖嘴利，希望你在律师面前也能这么说。杨总，这是我们韩氏自己的事情，就不劳您费心了，慢走不送。哼。事务所不能轻易去，万一真的有人下套，我就是自寻死路了。叫你们杨董来见我，杨雪，叫他来见我。饶命饶命！我知道一个大秘密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杀我。说。韩雨嫣是假的。看好病房门，我不想被人打扰。是。果然装病是最好的办法。你怎么来了？好歹我是这家医院最大的股东，进个病房算什么？真是我的救星。你和他还真的不一样，你聪明的像个狐狸，有时候又像个女战士，而他胆小慎微，敏感不安。我跟他本来就不一样，是你非要拿我跟他做比较的。你比他帅气。总是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，怪
怪不得韩家人都讨厌你，果然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就是，哎呀，不过嫂子，你可真得好好保养保养了。那么糊的照片，我都看见你脸上的鱼尾纹了。这件事不仅影响了韩家，还影响了杨家，跪下反省！放开！你们真的放心我去事务所？要是我把知道的事儿都说出来，你们就全完了。你违反了治安管理法和禁毒法，你婚内多次出轨，净身出户，你故意殴打他人，暴力伤害罪，你做假账，偷税漏税，还有你买凶杀人，这里面最可恶的就是你。都欺负我是吧？行啊，来呀，一起毁灭吧！韩雨嫣，韩雨嫣，你个贱骨头，非得让我动手你才听得见吗？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处理，你们不用操心。零食一定就在这里。你放开我！抓我干什么呀？是我呀，我弄疼了都。抱歉，以后不要在背后偷袭我。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你最近怎么不来这边对接案子了呢？对接案子？我？对啊。这点事儿都做不好，你还活着干什么？再说一次救援，或者这件案件是南街区事务所将会已经失联了。我现在有个案子在这边。你最好把这件事和杨家、和杨氏工厂5年前的大火没关系，否则，我就送你去填水泥。我今天去律师事务所接受询问，偷听到了杨天和事务所所长说，有人在调查当年的纵火案。谁？南街区事务所的江律师。韩氏集团贪污受贿的案子已经移交给南街区事务所的乔森律师了。我们一起去。江岩，无可奉告，无可奉告，无可奉告！你去哪儿了？我怎么一直联系不到你？你认识我？当然，你跟我来。你是南街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江岩，开庭从无败绩，喜欢帮助弱势群体，并且以最小的代价帮他们获得最高的赔偿。只是长得像而已。乔律师，肯定是认错人了。江岩，你化成灰，我都能认出你来。我要见我的律师。这人可信吗？他应该不是骗我。具有法律效益的承诺书，我保证不会透露关于江律师和韩语言任何事情。还有待考证。倒是你，我觉得你让江岩冒着生命危险假扮韩语言，
你才是居心不良。还有，我在追求江岩，我希望无关紧要的人员退避三舍。哎，隔壁不就是你家吗？这就叫缘分天注定。哎，就这里了。乔律师，我家里没有别的人吗？这样的，你只跟我说你奶奶的事情，别的都没跟我说过。5年前，你奶奶出车祸去世了，你一直在追查谁是肇事者，但是一直都没有头绪。5年前？你不打算回来住吗？我暂时还没有恢复记忆，不方便露面。这样啊。如果你需要帮助，直接找我，别找不相干的人。你这伤口啊，只能热敷，还有要注意，就是这2天不要动手啊。那我的生活怎么办？不是还有另一只手吗？可我不是左撇子。天啊！我给你吹头发，你还挑三拣四？你欺负我一只手是不是？对了，最近那个乔森是不是在追你啊？应该是吧，他一见到我呀，都快哭了。你注意一下啊，万一有人趁你失忆骗你感情怎么办？你虽然和韩语言长得一样，但你们的性格和气质却完全不同。我们也是因为他才认识的。是啊，所以呀，好好感谢他。今天15条，你和2个男的调查师姐出内出轨吗？另一个男人是谁？韩小姐解释一下。够了，没出轨，只是朋友。还有，你们任何人都不能妨碍司法工作，这种话说出口，我是可以告你们诽谤的。另外，事务所前围堵我的那群歹徒，不更应该是你们调查的方向吗？你们这群只会报道娱乐消息、博人眼球的蛀虫！韩小姐，请解释一下。杨思涵为什么会和你在一起？你是还想我们家的丑闻不够多是吗？表哥和表弟席乱伦，我们杨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现在最重要的，难道不是突然冲出来的那群歹徒吗？我听说，当时南街的监控都消失了，怎么会这么巧？哼，说不定是你在外面得罪了谁，别人故意教训你。好，既然你们都不查，那我就自己查。喂，叔叔，我还有叔叔？我不是只有奶奶一个家人吗？你们2个是哪来的？我们是你爸混社会时候的朋友，当年你爸进去后，一直是我照顾。我爸进哪里啊？当然是局子了。他犯了什么事儿？哎，你爸爸是纵火犯，还害死了一个人。害死了谁？你就是李大人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当年你纵火被烧死的被害人，前杨氏集团总裁杨明远的儿子。
哎呀，你就别问这么多了，反正你都不打算认他，连姓都改了。改姓？那我以前姓什么？姓李，你爸叫李大人。当年纵火案，你真的是因为被辞退才蓄意报复的吗？我都说了很多遍了，是真的。我只想求一个公道，我不想让我的父亲枉死。相信你也有孩子的，你难道希望你的孩子永远背负着一个杀人犯父亲的罪责吗？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那我出事之前的时候在调查什么案子？这应该跟你奶奶的车祸有关。调查的那个人呐，叫李聪。哦，对了，前2天南街区事务所那边发生了一起打斗，你们知道那伙人是谁吗？那群人好像是北街帮的，跟我们南街一直不对付。你出事之前呢，我们也在调查他们，和李聪那个案子好像是一起的。怎么像打不死的蟑螂一样烦人？我什么都说了，我真的什么都说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最后一次，做完你将永远自由。当初就应该杀了他，是你偏要留着他。这下好了，有人在调查这件事情，万一查出点什么，我们都得完蛋。李聪这个人利用的好，不仅能够帮我们解决韩语嫣，还能让他自取灭亡。要是再出什么错，你就给我从执行总裁的位置上滚下来。是。我这里有个案子，需要江总过目一下。项目没有任何可行性，否了。出去请把门带上。我那天没有要拿你和他比的意思，和你相处久了，我就会发现，你和他越不一样。哪里疼？都疼，你打的地方最疼。讨厌。等一下，我去买点喝的。去买吧。好喜我！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他刚刚袭击我，我是正当防卫，不信查监控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你流血了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你是谁啊？你不会又失忆了吧？没有，逗你的。杨思涵，我的记忆恢复了。上辈子也不知道做了什么孽了，3天2头的往医院跑，真是晦气。干嘛？发给八卦杂志。这阵子杨家的负面新闻太多，我得澄清洗白一下。喂，给我安排一下，我要亲自接这个案子。你想干什么？
怎么，以为我趁机要揍你？把这些关了，我们才能说出真心话。5年前，在杨家工厂附近发生了一起车祸，你知道肇事者是谁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又不傻。我说了，我就更没用了。那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宗案子，同样是在5年前，在杨家工厂纵火案中死亡的那位杨明远先生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第一次纵火案中，你拿了钱本可以跑路，可你偏偏要回来。你手里拿的这么大的把柄，幕后之人找不到他，一定会杀了你。那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赌一赌了。我可以保护你啊，只要你不作妖，就绝对没问题。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线索，韩雨嫣这个女人其实一点也不简单。当初我本来想骗她买画，结果被她威胁，送她出国了。你是说她是自己出国的？在里面好好改造，里面会有人帮我看着你。给我钱！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你跑来韩氏要钱？你是我们杨家的媳妇，韩氏集团的钱，给我点儿就怎么了？我限你1分钟之内出去，不然我叫保安。你叫啊！等人来了，我就说你和我表哥杨思涵私通。反正我又不在乎名声，就怕到时候股价又下跌，还被罢免。你到底想怎样？我买东西没钱了，给我钱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到底要来干什么。你说，如果现在我报警，咱俩谁进去的快？你都知道了？原来说的那些都是真的，刚才只是炸你一下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认了。我要杀了你个贱人！保安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贱女人，放开我！喂，你好，我是南街区事务所的江岩律师，请帮我预约一下李大人的会面，谢谢。原来要见我的律师就是你啊！因为你拒绝所有人的探视，就只能用这种方式见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当初要跟奶奶说要去工厂放火，让她不放心的跟过去？又为什么要真的放火，让那些救护车都往工厂去，导致奶奶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？为什么？这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的！我这么多年一直想摆脱你对我的影响，我想方设法的摆脱你对我的影响，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爆炸影响我？为什么？还以为你能说实话呢。这辈子不要再见了。这是我奶奶，5年前发生火灾的那天晚上被撞死了。你想说什么？那天他儿子被工厂辞退，怀恨在心，喝了酒，扬言要去烧了工厂。他就是在追他儿子的路上被车撞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5年前杨家工厂纵火案的元凶
叫李大人。这个害死你父亲的人，是我爸爸。不可能，你们连姓氏都不一样。他害死了奶奶，我和他不想有关系，于是我迁了户，改了名，努力想摆脱他的影响。抱歉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到此为止吧。你就这么一走了之算什么？不然呢？你还想和我说什么？普通人知道我是杀人犯的女儿，都会避而远之。况且，杀的还是你的父亲。你是你，李大人是李大人，你不是他那样的人。可我始终是你杀父仇人的女儿。你难道真的能心安理得的和我像以前一样相处吗？所以说，还是断了的好。以后不要再见了。当然，我也随时欢迎你来报复我。